我的朋友花了一個晚上給自己和女朋友做了一個 apps， 沒有 login， 沒有測試，代碼可能很爛。他們2個人用記錄了每天吃什麼，順便算一算卡路里，就這麼簡單。但我跟你講，這是我2年看過最聰明的事情之一。大家好，我是東門 Eastgate， 做了20多年 Java Backend 系統，現在使用 AI 重構自己的產品內容和第二人生。我這20多年做的都是最嚴格、不能夠出錯的系統，錢包、計算、幾千萬筆交易的後台。照我們那一行的標準，我朋友的那個 apps 可以說是錯得一塌糊塗，沒有 login， 沒有測試，沒有監控，一樣都沒有。但是正因為我最嚴格那一段待了20多年，我才敢跟你講一句話，他做對了。說真的，這一句話我20年前的我自己都不会相信。那時候的我看到什麼東西都會給他加上最佳實踐。今天這一集我想講一個連很多工程師都會搞錯的事。你先想想看，我朋友的那個 apps 在一個工程師眼裡是怎麼樣子？沒有 login， 沒有權限管理，沒有 CI/CD， 沒有自動測試，沒有雲端架構，沒有監控。按照專業開發的標準，這幾乎是一份不合格的作業。但我要問一個更重要的問題，他真的需要這些嗎？答案是不需要，因為他的用戶只是2個人。在這裡，很多工程師最容易忽略的地方，工程最佳實踐 （best practice） 不等於商業最佳實踐。你為了一個2個人使用的小工具去搞 microservice， 搞數據庫集群，搞一堆認證，然後花3個星期開發，那不是專業，那才是真正的失敗。因為你把所有的時間和力氣全部花在根本不會發生的問題上面。我見過這種事，有人為了一個公司內部3個人的小工具，硬上了一套企業級別的架構，做了1個月，結果呢，那3個人寧願繼續用他們的 Excel， 因為那個工具又慢又難用，還一直在改，力氣全部花在錯的地方。那要怎麼判斷一個軟件到底需要多嚴格？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，你要問自己一句話：如果它掛了，最嚴重會怎麼樣？我的朋友那個卡路里 apps， 如果明天掛掉，最嚴重的是今天少了一個記錄，就這樣而已。但是一個銀行系統如果掛掉呢，錢不見了。你看看這2個風險完全都不在同一個級別，所以他們的工程要求當然也完全不一樣。我自己會把軟件按風險分成3類。第一類，個人軟件，給自己、給家人、給5個人以內的小團隊使用。這裡就是 Vibe Coding 的天下。你那個記賬的小網頁，你家裡的購物清單，全部都屬於這一類。第二類就是商業軟件，幾十個人到幾千個人使用。這個時候 security、備份、監控、測試才真正的重要。第3類，關鍵任務軟件，銀行、支付、醫療、航空，這裡才是傳統架構是真正的戰場，而且有很多吵也吵不完的爭論，其實都是一個原因，有人拿第3類的標準去批評第1類的東西。這就好像有人因為你家門口的小溝渠沒有建造成水壩，就說你不專業，聽起來很荒謬，但這種事每天都在發生。你上網隨便看看就知道，有人分享他用 AI 做了一個小工具，解決了自己一個煩惱，下面馬上就有人留言，你這個沒有處理併發，沒有加驗證，不安全，上不了 production。 但是那個工具可能只是他一個人用，這就是拿水壩的標準去要求一個小水溝。而這我覺得 Vibe Coding 被低估的一件事，它讓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軟件類別第一次真正的出現。我把它叫做 Personal Software 個人軟體。你想想看，過去幾十年軟件其實只有2種，商業軟件和企業軟件，全部都是公司做出來的，賣給我們使用。中間有一大片真實的需求，從來沒有人去服務。為什麼？因為市場太小，沒有商業價值。你可以認真想一想，
如果今天做了一個 App 的成本幾乎是零，你會為自己做什麼呢？你先別急回答。大部分人一被問到，腦袋馬上跳出一堆東西：一家人的旅行計劃、健身記錄、寵物的餵養時間、孩子的補習時間表、家裡的購物清單。這些需求一直都存在，只是以前沒有人會為這2-3個人的需求請一家軟件公司去開發，但是對那2-3個人來說，價值可能非常的高，因為他們每天都在使用這些東西，沒有一個是創業項目，甚至根本不賺錢，他們只是讓你的生活方便那一點點。我再舉一個例子，一家人每天為了晚餐吃什麼吵來吵去，你做了一個小東西，把全家人愛吃的菜，還有冰箱裡還有什麼記錄下來，每天幫你推薦3個選擇。這個東西市面上不會有公司去做，因為它只服務你們一家人。但是對你們家來說，它可能比很多上市公司的 Apps 都來得重要，因為它真正解決了你們每天的問題，而這可能只是真正的改變。它不一定會做下一個 Facebook， 但它可能讓幾百萬個普通人第一次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軟件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我們使用了幾十年的軟件，沒有一個是真正為你而做的，全部都是做給1000萬人以上用的。然而，你剛好就是其中一個。Personal Software 第一次把這件事情反過來，它是為你而做的。所以回到我朋友的那個 Apps， 從商業角度來看，他什麼都缺，但對他來說是最好的架構，根本不是最複雜的那一個，而且是一個晚上做出來，然後他和他女朋友每天都願意打開使用，那就已經成功了。過去幾十年，軟件一直是公司做給我們用，現在普通人第一次開始有能力做軟件給自己使用，我覺得這件事被嚴重的低估了。這個頻道這一集如果對你有幫助，請訂閱一下。回到我剛才問你的問題，留言給我知道。如果今天做一個 Apps 的成本幾乎是零，你第一個會給自己做什麼呢？好的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